全员恶人的亲卫队谁才是最强？一人灭城的疯子乔克拉特只能屈居第二。第一位拥有周史上最无解替身。第5位迪查诺，替身名为面部特写，依附于敌人舌头上的小型替身。被该替身附着后的人只能说违心的假话，并且绝对无法传达出正确的信息。所以不管是故意的反话还是写字打手势都是没用的。在必要情况下，该替身还可以伸长舌头抓取物品。该替身完全没有战斗能力，但可以在敌人团体内部制造极其有效的信息干扰。第4位史可亚罗，替身名为冲击，外形像是一只披着甲胄的灰色安康鱼，能力是可以在液体间自动移动，包含血液和眼泪，凭借高精密度和速度专精于暗杀的替身。虽然移动速度极快，但缺点也很明显。首先，由于是远距离操控型替身，即使速度快，一次也只能做到2至3米左右的瞬移，不能移动到太远的地方，因此容易被判断出移动规律，甚至被提前预判。其次，不能进入封闭空间内的液体中，而且在没有液体的环境下直接报废。最后是远距离操控型替身的破坏力通常较弱，而冲击更是只有 D， 即便命中喉咙这种致命部位，也无法让乔鲁诺在短时间丧命。第3位赛可，替身名为绿洲，绿洲是穿在身上的替身，力速双 A 的面板可以轻松压制钢链手指，能力效果为将自身接触的物体变得像泥浆一样。赛可通常将这个能力用于地面，从而做到在地下随意移动。同时可以利用地面的软化强迫对手下沉，从而使乔克拉特的霉菌感染对手。赛可还能将泥浆吃入口中再喷出，利用离开身体的泥土会重新硬化的特性，使泥浆在空中变为尖锐而坚硬的实质尖锐物，在下落以贯穿敌人。尽管赛可本人看上去智商不高的样子，但其战斗力毫无疑问非常强大，加上免疫霉菌这点是比乔克拉特更难缠的敌人。第2位乔克拉特，替身名为青春岁月。先不论替身，乔克拉特本人就是周系列中数一数二的疯子加人渣，喜欢观察他人痛苦和死亡的变态医生，就连老板都评价其是个差劲下流到极点的垃圾。其替身青春岁月为广范围无差别攻击型替身，会散发出致命的霉菌，射程范围极其广，足以蔓延覆盖整座罗马城。该霉菌会使下降的人体腐烂，因此只有不断前往高处才能避免霉菌的侵蚀传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乔克拉特一起行动且时常会钻入地底的赛可全程都未感染霉菌，可能是被他注射过疫苗或抗体之类。此外，精通解剖的乔克拉特还可以将自己肢解后用霉菌堵住伤口止血，并通过在分离的肢体上附着霉菌来控制肢体进行奇袭。第1位卡尔涅，替身名为臭名昭著的毕格，最没存在感的替身使者，却有着最为无解的恐怖替身。释放替身的能力条件必须是本体的死亡。借由怨恨能量而启动的 Big 拥有着速度无限、持续力无限、射程无限的逆天面板，可以吞噬任何肉体和能量，因此完全免疫替身攻击。起初是小型的不定型团块，通过接触来吸收敌人的肉体或替身，使自己成长，最终成长到可以填满一架飞机的客舱的规模。由于是怨念驱动且没有本体，该替身没有视觉，攻击完全依赖速度判断和声音，但只要成为其攻击对象，就基本难逃一死，险些团灭整个主角团，被称为史上最无解的替身。然而卡尼尔是如何得知自己的替身是在死后才能发动这件事，只能算是周的未解之谜了。